嗨，大家好，我是阿森。那今天我们要去探寻的是大家期待已久，也是很多朋友曾经给我留言，希望我去拍摄的地方，是哪里呢？当然，也就是这个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第一鬼村封门村了。那以前因为一直没有前往这边的一个旅行计划，那这一次来了河南以后呢，自然也就把它列入了我的行程的计划当中。其实这个地方闹不闹鬼呢？我是不知道，但是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会传出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让它变得这么的邪门呢？那今天我们就正式的前往封门村去一睹那牛鬼蛇神是否作怪。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云台村的这个乡间小路上面，这个路况呢，我觉得还不错，但是路比较窄，周围的大车非常的多，而且这些大车呢，他们就像是在你看开赛车一样，一个比一个开得快，赶着去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呢，又来了，其实要想去这个封门村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好找。只需要在焦作找一家离云台村较近的酒店，然后第二天早上以后呢，再开车前往云台村，大约1个多小时的时间吧。这么窄的路还冲得飞快。你看，这是一个集团的，哎呦，这么窄的路，而且前面大车与大车都不相让。然后找一家酒店离云台村较近的，然后第二天呢就开车前往云台村，也就是1个多小时的时间吧，就可以到达。如果你没有自驾的话，那就坐出租车或者说是骑摩托车呢，也是可以到达。那这个封门村你看，在上世纪80年代废弃以后呢，从一个慢慢快要被遗忘的小山村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大家熟知的中国第一鬼村。那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以前我们都知道，封门村的封是刮风下雨的风，后来被改为了封闭的封，而这个封呢，又预示着村里的人会不断的减少，或者说是死去。这在风水学的寓意上来看有封门绝后之意，也有着不祥的征兆。所以我想那这么一个不吉利的地方，谁又愿意待在这里呢？
哎呀，糟糕了，这下特别的麻烦了。你看，这里有一个起落杆挡住了。刚才我们沿途过来啊，只能容纳一辆车，路特别的窄，也特别的难走。不知道为何这里是拦住的。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糟糕了！但是你看，这里是有车轮的痕迹，说明是可以通行的。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起落杆拦下来了。起杆，哎，哦，难道要自己来操作吗 ？OK， 好，走。这就对了嘛，但不知道前面还会遇到什么障碍。出发。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云台村，你看这周围啊，非常的荒凉。刚才我开车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周围的这些建筑啊，全部都是废弃的。那我们先往前面去看一下封门村怎么走。你看这里面，这古老的建筑啊，又能看到了。这上面的风啊，特别的大，哇，而且很冰冷。这建筑全部都已经是残垣断壁了。这里还有住宿，不过现在早已经都没了。这里面都是废弃的。我想我已经找到进村的路了，你看，就是从底下的这个地方。这是一条公路，但是不通车。你看，从这里啊，就是进入封门村的入口了。这和网上所看到的照片是不是差不多呢？唯一的区别啊，就是现在“封门”两个字呢，不知道是被谁给抹去了。这里还隐约能看到“无人村，野鬼孤魂”。走。这条路真是蛮窄的。哇，这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行啊！要是夏天这些树叶长起来的话，那一定是特别的茂密。上一次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过，说是这个封门村啊，它因为交通还有生活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后来呢，很多的村民就陆续的搬迁了，以至于留在村里面的人越来越少啊，最后真的就封门了。你看这条路啊，即便是有阶梯的话，走起来都并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旁边的植物啊包裹得特别的紧。哇，你看，这里拉了一个红色的绳子，底下好像没路了。哇，下面我感觉是修了一条路，这样盘下去，
从这边试一下。下来了，但下来以后，你看，这里分路了，应该是从这边下去。这条路应该是后来修建的，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路走到封门村，那还不错啊。嗨，其实，在封门村啊。才开始流传出来的时候呢，我当时就有一个大学的同学叫三哥，他当了兵回来以后啊，就让我与他一块到封门村来看一看。但那个时候来回一趟呢，要好几天，我确实挤不出时间。结果后来呢，他就与比他大一轮的富婆啊，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封门村里面。后来回来以后呢，我就问他这封门村怎么样，他就告诉我。路特别的难走，里面呢很惊悚，然后没有说太多的。但是你想，在10几年以前吧，那个时候这些路呢都没有修建好。如果是一直沿着刚才的那种小路穿梭到封门村里面，那的确是很困难。但是它为什么会留下惊悚2字呢？这个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你看。从这个山谷看过去啊，对面是连绵起伏的大山，而封门村呢就在这个山谷的底下，风景看上去是不是还蛮不错的？在下一集中，阿生在漫长的徒步以后到达封门村，传闻中的封门村一片死寂。残垣断壁的建筑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阿生在探寻中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很多人都说进了封门村以后，这个指南针啊会失灵。我今天正好带了一个指南针，你看